朋友们，新年好！作为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咱们来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了谈判。今天咱们说的观点可能有点另类啊，算是抛砖引玉吧，大家共同讨论和学习。首先，第一个观点，中欧投资协定一经签署，中国就再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当然，现在还没有签，现在只是谈判完成了，可能在未来的1年多左右的时间会正式签署。但是事实上，咱们国家从中欧协定开始就已经丧失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的变成一个发达国家。怎样来理解这一块呢？以前我们同发达国家进行各种经贸谈判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是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过来其实呢也很好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制造业面对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适当进行保护，这也是国际共识从加入 WTO 一直到现在。但是这一次呢不灵了，我们和欧洲的投资贸易协定谈了7年35轮中间其实过程虽然曲折，但是越到最后越难。难到哪儿呢？往往不是经贸问题总是一些人权政治方面的问题给你扯，所以没有办法，咱们就往后大踏步让了一步欧洲认为你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必须要以发达国家咱们对等的进行谈判这个态度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次咱们自己也认了，自己也承认我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咱们就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对等进行谈判从而呢我们肯定是放弃了好多的利益这就是朋友们看一些报道说的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诚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指的就是这一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可以争取到的利益呢？不放弃不行刚才已经说了，谈判到最后越谈越难，往往纠结在一些人权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中国一退步，咱们对等谈判，很明显欧洲的利益就多了。在利益面前，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人权政治没有人提了，在利益面前啥也不是。咱们再说一个必须要让步的原因不让步确实不行。我们拿 TPP 来举例子，4、5年前奥巴马政府即将离任的时候搞了一个 TPP， 现在回想起来 TPP 真的让我们浑身出冷汗。如果说 TPP 真的搞成了，那中国在环太平洋区域就被彻底孤立了，那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仅次于战争，经济呢肯定没有现在好。好在天降特朗普，特朗普上任第1天就退出了 TPP， 所以我说呢，无论特朗普做过什么，就冲他退出 TPP 这一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功德无量。对于 TPP 呢，咱们也是吸足了教训，所以对于国际的这种多边和双边的经贸协定我们能抓一个是一个先把这个网织起来，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孤立中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是必须要做的。那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和欧洲签署中欧贸易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开展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未来还要加入 CPTPP 甚至在将来还要和美国谈投资协定。这些协定呢，很明显我们都得做出相应的让步。原因很简单，你和欧洲都可以这样进行对等谈判，为什么和我们不行呢？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必须要做出的一点让步总结一下，就是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进而签署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而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进行全球竞争了。说到竞争呢，咱们就提第2个观点那就是咱们中国这一次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搞产业升级了。以往搞产业升级呢，主要是我们内生性的动力就是我们自己想要搞。现在呢，中欧投资协定一签署，不仅是资本要进来，更多的企业也要进来，从而可以倒逼咱们国家进行产业升级。中欧投资协定呢，这次开放的很多了，只要不是在负面清单里边的，你都可以进，不管是资本也好，还是制造业也好。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在国内产生冲击的绝对不是中低端的制造业，黄鹤的江南皮革厂受不了太大的冲击，冲击最大的就是中高端的制造业、金融业，还有一些服务业，包括民营医院这4都在冲击的范围之内。咱们就拿汽车行业来举例子吧。
以前欧盟国家的汽车行业想要进入中国，我们都知道必须采用合资的形式啊，比如说德国的大众进入中国，上海大众啊，一汽大众，宝马、华晨宝马。但是以后呢，这点都取消了啊，你可以外资独资嘛，以后大众进入中国就直接是大众中国就可以了，宝马呢，宝马中国就可以了。他们和中国国内的车企享受的是同样的待遇，跟国民企业是一样的。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前2年特斯拉不也进来了吗？啊，享受的也是同样的待遇，甚至一路绿灯啊。但是特斯拉的性质还是有所区别的。特斯拉自己是做了承诺的，进入中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100%的国产化。但是对于欧盟的车企来说，没有任何限制啊，这是一点区别。另外呢，特斯拉和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竞争的时候，还面临到一个补贴的问题。虽然说补贴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毕竟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啊，想给你给你，不想给就取消了。而且呢，国内的车企有些还有一些企业补贴啊，我们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可能有些车企还有企业的什么完全无息的贷款进行隐形的一些补贴。但是这些补贴措施呢，在中欧投资协定签订以后啊，正式生效以后，欧洲的车企完全独资进来之后就不管用了。换句话说啊，欧盟对于咱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监督和调查权利的。只要是我欧洲的企业到了中国市场，如果发现中国国内的企业有一些隐形补贴呀、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欧洲完全可以自行进行调查，然后提交给中国政府。只要证据确凿，中国政府就必须得处理的。这是在争端机制里边。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外国的企业和机构在中国有调查权啊，这是不是丧权辱国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中国的企业你在欧盟也可以这么做呀。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对于直面冲击的一些中高端的制造业、服务业这些行业来说，以后你再想玩一点小九九啊，搞一点不公平竞争的事情啊，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管你啊，自然有一种很毒的目光在盯着你啊，欧盟的眼睛毒着呢。所以对于中国的一些中高端的企业来说呢，面对欧盟的竞争，已经没有别的招可以想了。你只有说产业升级，制造更好、更优质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去。这是倒逼中国的产业进行升级。这是咱们说的2点啊，其他的呢没有了。因为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除了看我的视频之外呢，肯定也会接触到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和分析文章啊。别人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咱们这个节目再复读一遍，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长远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的。有很多分析报道都说，中欧之间签署投资协定，未来中国和欧洲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的改观呢？就是陆权慢慢会兴起，安格鲁萨克逊的那些海权呢，慢慢的会被孤立。这种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不能太过乐观啊，因为欧美之间呢，目前还是非常亲的啊。他们的价值观还是非常相近的，产生这种长远的影响，最少要经过20-30年的时间。毕竟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事儿得一步一步的做。欧美之间呢，它肯定不是铁板一块啊。如果说铁板一块的话，英国不会脱欧，2次世界大战也打不起来啊。就拿这一次来说，最丢人的是谁呢？拜登啊，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啊，苏利文。前一段时间还发出了一个声明，说中欧之间呢，欧洲不要太着急啊，等一等再说。结果呢，没人听他的，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说不丢人，你一旦说出来没人听，那就丢人了。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隔阂的。未来呢，随着中国和欧洲的合作越来越多，双方的利益绑得越来越深啊，欧亚的这个大陆岛啊，话语权会越来越多。下一步呢？中国和中日韩进一步整合，在西方和欧洲整合，对于我们的不管是地缘政治啊，还是经济前景都是很有利的啊。但是到但是了啊，这个美好的前景啊，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的强大啊，不是说你今天签了个协议，明天签了个条约，这就能实现的。签了协议和条约，把别人绑到自己身上，归根结底
跟你合作是让别人能够感觉到咱们能合作共赢，能够在你身上得到利益，能够得到安全感，这才是最根本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咱们中国自身的强大。同样的道理放在咱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东边交一个朋友，西边交一个朋友，要想友谊长久，共同做一番事业，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朋友们和你在一起，能够得到共同的利益，大家都有发展。另外呢，你本身呢也能够给他们安全感给他们学习和进步的空间，这才是最重要的到最后呢，还是祝愿朋友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能力新年新气象，扭转乾坤。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